随着我国军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军事实力也有了巨大的提升。尤其是我国海军近年来下饺子的趋势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由于我国海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有了底气在我国周边大秀军事肌肉，展现军事实力的存在。近日，我国海军再次有了新的动作。据环球网报道，在1月22日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的某护卫舰支队的数艘舰艇组成了一支编队，并赶赴多个海区。据了解，我国南部战区的这支舰队抵达任务目标海域之后，战斗警报响彻海天。最为重要的是，这次我国海军还携带了实弹，因此不少人认为，难道我国周边海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吗？对此，有人认为，我国海军的这一动作与美国海军有关。众所周知，前不久，美国海军麾下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再次重返亚太，并来到了我国周边海域。最为挑衅的是，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抵达我国周边海域的时候，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任务，因此这些人才会认为我国的海军编队此次是为了针对美军。然而，事情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毕竟我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当地局势也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根据媒体披露，我国海军编队此举只是一次全员额、全要素的实兵实弹训练。在这次演习训练中，我国海军官兵们一路披荆斩棘，沉着应对各种敌情。不得不说，通过这次实兵实弹训练演习，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海军的综合实力的确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虽然说现在世界局势趋于和平，我们的确是要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演习来提高我军实战的能力，但是我军这一段时间以来如此频繁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分析，虽然我国进行这些军事演习与美国海军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还是有一些间接联系的。据该名军事观察人士称，近年来美国海军重返亚太的野心越来越迫切，行动也越来越频繁，一直持续不断地在我国周边炫耀武力，展示军事力量的存在，并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遏制我国海军的发展。不仅如此，在美国方面的搅和下，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变得蠢蠢欲动。所以说，在这种时候，我国必须要开始展现我们自己的军事实力了，让周边的国家或地区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说，我国海军的实力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西方国家想要靠坚船利炮来敲开我国大门的方式已经完全行不通了。但是我们并不能止步于此，毕竟美国海军的实力仍然排世界第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发展，争取早日追上并超越美国海军。此前，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高调进入南海，但很快又撤退。在外界对此议论纷纷时，美军被迫承认，在进入南海期间，中国军方8架轰六溃对美军航母进行了模拟攻击。到目前为止，该起事件暂未得到我国的证实。不过，从美军落荒而逃的表现来看，显然是被吓到了。如今后续来了。根据消息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当前已抵达关岛附近的海域。之所以前往关岛，并不是打算放弃挑衅与威胁，而是该国已经有了别的计划。近日，央视网报道，美国即将跟日本、澳大利亚一起在关岛举行对抗北方2021联合军事演习。据悉，这次将会有100多架战斗机和2500名官兵参加。传言说，此次军事演习与以往不同，美军打算利用军事演习重启早已经废弃的关岛西北机场，其目的则是强化新型跳岛战术。当前，这也只是传言。毕竟，美国方面还没有对此消息进行验证。不过，美军刚离开南海进入关岛就展开军演，显然不是巧合。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罗斯福航母刚离开，台海西南空域就拉响了警报。1月31号，我军出动多机型抵达台海附近空域，1架运8侦察机、2架歼10歼击机以及4架歼11战斗机。当天上午，大陆军机3分钟内连续3度扰台西南空域，加上这次在西南空域飞行，大陆军机在1月份仅2天没有进入台海西南空域，即1月1号、1月21号。与之前的举动一样，我军此次进入西南空域飞行，除了警告台海以外，也是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表明决心。如此明显针对美国的动作，美国不可能不知道，转头就跟日本、澳大利亚联合举行军事演习，也就不难看出是冲着我国来的。想来也是，
以美国的性格，怎么可能轻易被我国吓怕？况且如今国内局势混乱，疫情越发严重，就算是为了转移国内危机，美国都不会停止针对我国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当然，经过我国的攻击后，美军再怎么针对，也不敢再像之前那般肆无忌惮，总归是要收敛一点的。在外国媒体多次声称，中国应该学习俄罗斯战斗民族一样的精神，以及我军近几次对美军的反制后，难保我军不会真的跟美军硬碰硬。对此，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从美日澳三国此次的联合演习地点来看，美军显然已经转攻为守了，同时开始做由第一岛链退出第二岛链的最坏打算。如此说来，所谓的退出南海前往关岛，只不过是美军新一轮军事任务的开始。近日有媒体援引了美国报纸的消息，称中国从早年间到如今，在罗布泊地区进行数十次核试验，其中在大气层中进行了23次。从分析师苏吉尤的估计中得知，这将会有最少19.4万人死于其性放射线照射，另外还有120万人暴露在外，导致白血病等各类疾病。另外，这位分析师苏吉尤还表示，中国曾经进行过核试验的场所，放射性尘埃已经遍布整个地区，而今或已有数十万人已经死亡，这口黑锅真的是冤枉至极。该试验在当年中国确实做过，但是那也都是在无人区进行的。美国这话说的也真是不亏心，就不说核试验了，光是当年广岛事件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历史始终铭记美国当年是如何惨无人道的杀死那么多无辜之人，那时死的又何止数十万人，后续影响之下，死亡人数难道就少了吗？美国难道不应该闷声自问一下，美国这日子过得不亏心吗？相比中国当年仅仅只是在无人区进行的试验，美国可是实打实的炸上了日本的土地，而且自从中国作为第二个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起，中国就严格遵守了这份条约。这件事也多次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认同，更是如今随着超级计算机的兴起，各国的核试验都转移到了超级计算机上。同时，美国虽然也是如此，但是各种计算数据却拼命隐瞒。从进行核试验的次数到核试验的当量，哪一项不是死死捂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距离上一次美国污蔑中国还没过多久呢。当时美国是如何说的？推测、疑似、可能、也许、迹象之类的用词，全都是虚无缥缈、天马行空。如果真的按照猜测来，中国同样怀疑美国在当年一直在进行各种秘密核试验。理由就是当年盛传的美军的 B6112、W76与 W88等都进行了相当多次的核试验，另外还有各种新型的低当量的秘密核试验。当时的这些消息，美国却说是谣传。照中国说，这说不定就是美国做贼心虚。毕竟美国为什么每年都要隐瞒自己进行的核试验次数？这都很值得怀疑。美国就是在背地里进行了相当多的核试验，所以美国如今又捕风捉影的说中国在进行什么核试验，害死多少人，还真的是脸皮厚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次污蔑中国的时候，美国真实目的大约就是什么引起其他周边国家的恐慌，给中国制造一点麻烦，或者美国想要自己重启核试验之类的，就拿中国做靶子。如今美国重提旧事，又为的是什么呢？想想当初是哪个总统，如今又是哪个总统，再加上如今中国的处境，美国或许就是想重演旧事。